看似人畜无害的可爱女孩，竟然掌握着地球存亡的关键，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我是瓜皮儿，本期为大家带来胜利号。2092年，地球变成了一颗衰败的星球。为了人类的未来， UTS 公司在卫星轨道上打造了新的家园，但只有 5% 的幸运儿能前往那里。这天，太昊提着偷来的米来到了 UTS 失物招领的集成仓库，他想知道养女顺妮的下落。收集了足够的筹码后，女领导派人带着去认尸。那具尸体并不是顺妮，她只能失魂落魄地返回所在的胜利号。靠着和其他3名组员的配合，他们成功从一艘清洁船手里截获了物资，对方气得破口大骂。胜利号的船长深志告诉他，姐抢到手里的就是我的，至于谁会因此吃不上饭，不关姐的事儿。回到废弃物管理卫星后，太昊将物资换成货币，可钱还没有捂热呢，管理员卡鲁姆就告诉他，由于他们返回时撞断了天线，太昊他们得额外倒贴钱。太昊气得差点和卡鲁姆动起手来，但卡鲁姆明显不可能将我得，明晃晃的刀一亮，太昊人再硬也只能软了。这时电视上播出了一则新闻，2天前，一个名叫多罗西的机器人被极端组织黑狐狸盗走。这个外表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女孩，实际上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太昊生着闷气，没把新闻放在心上，直接摔门离开。恶臭的垃圾箱里，他找到一双勉强能穿的鞋。虽然他所乘的胜利号拥有着最前沿的配置，但因为深志的性格原因，导致他们一直都债务缠身。打牌的时候，纹身男朴虎说起自己珍藏的米失踪的事儿，他猜出有人把船上的物资偷拿出去换钱。太昊听得心里发慌了。机器人巴博斯告诉他另外2件头大的事儿，他们欠的钱下个月就得还清。另外，管理财产的人老朱卷款逃了，那可是10万元，就这么没了。朴虎和太昊同时发了火，他们质疑深志的智商，深志懒得解释，这种情况就该用拳头说话。2男1女混战的结果是又赔了700块，还得出去修船。修船的时候，太昊注意到安全气囊里藏了人，果然呢，在一堆安全气囊里，他发现了一个女孩。女孩的样子让太昊想起了3年前失踪的顺妮。其他3人还在想着怎么安置女孩时，太昊从新闻里确认了女孩就是失踪的多罗西。这个消息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。在场4个人全都吓得躲了起来，各自锁死了房门。但躲着也不是办法呀，毕竟谁也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就会爆炸。于是他们通过猜拳的方式让太昊去把女孩先绑起来。可一看到他，太昊立马就怂了，只拿了女孩的书包。书包里他发现了一部手机和一份文件，通讯录和文件都写着江咸语。看起来4人组得套一下了。船停靠后，4人组像逃命一样撒丫子就跑，只留下女孩一个人独自待在船里。太昊找了个安全的地方，简单交代了情况。现在黑狐狸和太空护卫队都在找这个孩子的下落，但太空护卫队是不会给他们这种非居民报酬的。言下之意，这孩子转卖给黑狐狸是最好的选择。一番讨价还价后，众人算是达成了一致。太昊拨通了江咸宇的号码，告知对方女孩在他们手上的消息。对方说，如果东西确认无误，会给200万美元现金。约好时间地点后，对方告诉他们，只要没有执行指令，女孩就不会爆炸。但如果太昊拿他们寻开心或者爽约的话，他会让4人组知道花儿为何那样红。通话结束后，4人组个个笑得像个200斤的孩子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绿油油的钞票在向他们招手。接下来只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大家都能走上人生巅峰。双方的谈话内容被暗处的太空护卫队截获，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约定地点。嘈杂的舞池里，前去交易的太昊和朴虎见到了江咸宇。原本一切都很顺利，但孩子的天性让女孩好奇的四处边走边张望。没一会儿，她就被舞池里几个黑狐狸的人认了出来。太空护卫队也在这时赶到，双方一见面就互相干了起来。拥挤的人群里，江咸宇一直呼喊着女孩的名字花郎。混乱中，女孩偷偷施展超能力，才没让太昊被炮火波及。侥幸逃回飞船后，甚至即使非常恼火，也得先冷静下来再做打算。飞船现在受损严重，必须先到维修区。到达维修区后，巴博斯为花郎讲起了他们4人的过往。朴虎以前是贩毒的，但赚来的钱他都拿去资助贫困儿童了。深智聪明，但性格太暴躁。自己以前参加过无数战争，但目前却没有钱做植皮手术。太昊从小就在太空护卫队混了。一次清剿太空非法移民的行动中，20岁的他动了恻隐之心，将幸存的女婴慢慢的偷偷抚养长大，取名为顺妮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下不了手伤害任何生命。
好景不长，他私下收养非法移民的事很快被发现，领导强行停了他的职，父女俩被迫过上了流浪生活。就这么过了1年，某天晚上，他们所在的地区遭到了太空垃圾的袭击，他和顺妮儿被迫分散。由于拿不出足够的钱，救援队对他的请求充耳不闻。自从那天后，他就踏上了一个人寻找顺妮儿的旅途。他相信顺妮儿会在宇宙的某个地方等着他这位父亲来救他。话说到这里，江贤宇那边传来了通讯讯号，重新约好时间地点后，太昊就准备出发。朴虎却产生了动摇，如果花郎落入那群恐怖分子手里，下场很难想象。太昊将眼前大家的困境摆在了他面前，现在大家都缺钱，尤其是自己，还有一个养女等着要救，只要把花郎交出去，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这时，卡鲁姆想要偷偷劫走花郎，被朴虎和太昊及时发现，他们将卡鲁姆以及他的同伙全部放倒飞船上，甚至大马金刀一座，直接说明了情况。这群人打架的时候，他已经翻阅了江贤宇的那份文件。花郎是100%的纯人类，她是江贤宇的女儿。江贤宇是研究将火星地球化的纳米机器人的项目负责人。接着，他略施小计，就让卡鲁姆等人自曝他们都是黑狐狸组织的人，跟姐玩潜伏，你们还太嫩了。既然瞒不下去，卡鲁姆便实话实说，黑狐狸其实是环保组织，并不是极端恐怖组织。但现在他们被太空护卫队追杀，只剩下他们几个幸存者了。他们一开始就很关注 UTS 公司的火星改造计划。花郎患有不治之症，江贤宇为了女儿，将亲自研发的纳米机器人注射进了他的体内。他很快就从病床上康复。从那之后，他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因为某种原因发挥了作用，就算是枯死的草木，也能经他之手起死回生。本该是地球唯一复苏希望的他，却被 UTS 公司强行带到火星。这就是火星短期内变得适宜人类生存的真相。UTS 公司总裁詹姆斯口中那套地球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话都是谎言。一旦火星改造计划完成，花郎和相关人员都将被灭口，因为纳米机器人只有在2亿度高温下才会消失的缘故，所以 UTS 公司到时候会让它在氢弹中爆炸，灰飞烟灭。爆炸的威力将危及地球，30亿人将为此丧命。与此同时，詹姆斯杀死了质疑他的记者，他嘱咐太空防卫队找到花郎后，其他人全部格杀无论。护卫队根据信号找了过来，他们朝无辜百姓无差别射杀，对方来者不善，硬拼不是上策，甚至当机立断想出了对策，由他带队正面出去开走胜利号。太昊背着花郎从通风管道离开。没过多久，太后的行踪就被护卫队发现。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追逐，4人组成功开着胜利号离开，但飞船却被紧随而来的导弹击中，不受控制地往太空垃圾场坠去。危急时刻，花郎开启他的超能力，在赶走吸附在飞船上的纳米机器人的同时，也修好了飞船。劫后余生的几人纷纷笑了起来。不久后，新闻上发布了对他们的通缉令，他们都被说成了恐怖分子，甚至觉得只要他们飞回地球，谁也奈何不了他们。再过2个小时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朴虎觉得他们应该加快速度，现在就回地球。太昊则心心念念的200万，好让他早点去寻找顺妮儿。他去取东西时和花郎聊了几句，花郎用稚嫩的声音告诉他，他一定能够找回顺妮儿的。这话让太后感觉到了温暖，原本坚硬的内心也开始融化。他和朴虎2个大男人甚至为谁给花郎洗头争执起来，还是深至赶走了他们。洗头这种事儿还得姐来才靠谱。在约定的地点，他们见到了卡鲁姆等人和江宪宇。然而父女团聚的温馨画面还没有开始多久，深至就发现了窗外的追兵，可为时已晚。一声巨响后，飞船的系统和巴博斯都陷入了瘫痪。护卫队上船前，詹姆斯下令，除了花郎和4人组外，其他人格杀无论。强大的护卫队让所有人都犹如待宰的羔羊，除了4人组外，其他人都被残忍杀害。卫兵拖走尸体后，詹姆斯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，他走向深至，将他嘴里藏着的化学炸药抠出来碾碎。当初他是来杀自己的人里唯一一个差点成功的。接着他走到太后面前，冷嘲热讽了一番。作为花郎和地球陪葬的补偿，他将400万现金扔到地上，留给太后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就准备去发表救世主言论。他嘱咐下属，当那4人组见证了地球灭亡后，再杀死他们。太后拿着其中的40万，支付了搜救队寻找顺妮儿所需的资金。在等待消息的时候，他翻开顺妮儿的生字本，看着顺妮儿写的那句“我想成为爸爸一样的好人”，他想起了那晚对顺妮儿的恶劣态度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曾经我为了筹够寻找女儿的钱，可以利益至上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呢。仲快咁講啦，
他重新扛上背包，返回了岗位。管他什么詹姆斯 UTS， 要来尽管来，也不怕你。引擎动力恢复后，胜利号犹如离弦利箭，飞向了前方。这次，有众志成城 buff 加成的4人组所向披靡。太空护卫队被打了个溃不成军，赶到反重力区后，他们救出了花郎，但甚至发现了一个绝望的事情：他无法阻止氢弹爆炸。这就意味着无论如何，花郎最后都会死，地球也将灭亡。唯一能救花郎的办法，就是在氢弹爆炸前逃离它的爆炸范围。祸不单行呢。朴虎费了老大的劲儿，刚把追来的护卫队长打败， UTS 的无人战斗机又紧追而来。这个时候就得靠群众力量了，甚至开启紧急频道，联络上了所有太空清洁工。之前詹姆斯登船时他说的话都被紧急频道传了出去。为了生存，所有的太空清洁船都加入了战斗。同时，詹姆斯的丑恶嘴脸也被传得人尽皆知。他亲自驾驶战斗机器人追了过来，他疯狂地拆毁着胜利号，想要把花郎找出来。但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那颗氢弹。原来他们当时逃出反重力区前，把它放进了飞船，并在路上将花郎偷偷转移到了前来支援的友军皮埃尔的飞船上。等詹姆斯反应过来时，爆炸的氢弹已经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就在大家都为胜利号的牺牲默哀时，花郎开启了他的超能力，将垃圾场的纳米机器人调动过来，让胜利号完好如初。4人组得以平安归来。事情结束后，UTS 为詹姆斯的行为发表了道歉声明，他们承诺将重建地球并恢复生态和谐。因为拯救地球有功，4人组受到了热情的款待。巴博斯如愿以偿地做了植皮手术，卷款逃跑的老朱也被抓住。通过花郎的超能力，太昊终于见到了顺妮最后一面。不久之后，他们正式组成了一个大家庭。花郎除了上学外，偶尔还要去地球培育绿化植物，甚至戒了酒。巴博斯开始培养淑女的气质。朴虎洗掉了身上的纹身，太昊穿上了新鞋子，地球将再次恢复以往的生机勃勃，而4人组也将会有光明的打工人生涯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